有缘人，又见面了，你不会还没有订阅吧？老规矩，看钱先点赞，钱先来找你。今天我们分享一个新的神迹，入世不入局。有句苏菲谚语说，活在世间，但不属于他。阳明心学教导我们，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。一个人最强大的状态就是入世不入局。《甄嬛传》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，准噶尔摩格进京朝见雍正帝，设下9连环之局，想让雍正颜面扫地。这9连环是西域巧匠特制，环环相扣，没有缝隙，压根不能正常解开。果然，满朝文武挖空心思，尝试很久都没有办法。摩格正准备急急发难，胧月小公主却大胆一摔，玉环当即散开。世间上很多人和事，就像这摩格精心准备的9连环，你若因此困扰，因此内耗，便是着了他们的道。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转身就走，不入局。一位朋友牛津毕业后，在网上晒了一条视频，分享喜悦。今天我以牛津年级第1的成绩从数学建模系毕业了。有人看他成绩优异，长得又格外漂亮，就开始带节奏说他伪造学历。猪猪二话不说亮出学历证书，又通过解决数学题证明自己是真学霸。这下没人说他学历的问题了，却又开始造谣他私生活的问题，给他扣上学术员的帽子，说他想立人设当网红。到最后他身心俱疲，只能认怂。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3人成虎，众口铄金。郭德纲曾说，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。就像电影《让子弹飞》，默人在意小六吃了鸡丸粉，他们只想看到小六孤立无援，自寻死路的样子。向别人证明自己，就像在别人的场地里进行一场篮球赛，球场不合规，也没有真正的裁判，你是输是赢，全在别人评判。你说的再正确，再合理，对方也有1万种谣言继续抹黑你。如果你把对方的话放在了心上，并努力去证明自己，其实就已经赋予了对方霸凌你的资格。久而久之，你就会在别人的眼光里失去自我，直至生活坠入万丈深渊。作家许开真讲过一个故事，小林是名牌大学高材生，毕业后参加选调，进入单位实习。他学历高，能力强，为人阳光开朗，很受领导青睐，直接被列入了内部人才的行列。可单位有一位大他几岁的同事却处处挑他毛病，下班早，工位乱，报告写得不好。面对无端指责，小林认为是自己不懂单位规矩。他心里虽是委屈，但还是认真聆听了训斥，并承诺改正。但无论小林做得再好，同事总能从中挑出毛病，然后当众指责，有时还会上升到人身攻击，批评小林眼高手低，不够虚心。那段时间，小林感觉自己仿佛没有工作能力，每天都活得十分压抑。后来还是别人提醒他，这位同事只是怕被小林抢了晋升机会，故意打压而已。想通之后，小林再也不把同事的贬低放在心上，很快就恢复到阳光的模样。就如当代编剧程辉所说，不要试图让打压你的人进入你的生活，这只会让你陷入一场必败的信心游戏。言语上的虐待无异于灵魂上的谋杀。喜欢指责你的人总会挑你的刺，并把你贬低得一无是处。时间一长，哪怕你能力再强，也会开始质疑自己，从而丧失自身的价值感。殊不知，他们就是要消耗你的情绪和精力。与其被其内耗，不如一开始就将他们拒之门外。聊斋里有一种精鬼，他的疾病和伤痛，
能通过接触的方式转移到别人身上，而抱怨的本质也是一场伤害转移。一个人向你抱怨的同时，他身上的情绪垃圾也会转移到你身上，你共情谁，就是在同意承受谁的伤害。另一位朋友在出版社工作时，旁边坐着一位很喜欢抱怨的同事。同事很消极，整天担忧自己的未来，抱怨领导的刻薄。因为工位相邻，他经常听他诉苦，开导他。听久了，他也变得消极起来，像各祥林嫂一样跟着大吐苦水，宣泄各种不满。其实呢，他之前是很喜欢出版社工作的，上班时干劲十足，从不发牢骚。后来有一次，部门的主任找他谈话，问他最近的状态为什么如此消极。这时他才意识到不对劲，这段时间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怨妇。作家白落梅在《相思莫相负》中说，人的情绪是一种传染病，当你不能感染一个人，就必定要被其所感染。成年人最大的清醒，就是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。那些抱怨的话，左耳进右耳出，不用放在心上。要知道，愿意做一个安静的听众，已然是仁至义尽。保持冷漠，不过分共情他人，你才能摆脱抱怨的干扰，更好地保护自己。尼采说，凝视深渊过久，深渊将回以凝视。与烂人烂事纠缠，你也会在无形中被其负能量所影响，甚至同化。被嘲讽一句，马上准备100句尖酸的话回敬，结果让自己戾气加重。被磕碰一下，转头便加倍的报复回去，结果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。就这样，他们轻易地把你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模样。学会及时抽身，才能避免更大的麻烦与伤害。社会学中有一个泡菜效应，指的是不同种类蔬菜泡在同一个缸里腌制，时间久了就都会浸染同样的味道。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，一个人的命运和他身边的人往往有着直接的关联。也许我们曾因年少气盛去跟他人较劲，但渐渐成熟，你也会慢慢明白，有时不与烂人纠缠，不是为了放过他人，是为了放过自己。未经你的认可和允许，无论他人再怎么给你扎针，也扎不到你心里去。在这光怪陆离的人间，遇到一些烂人烂事，是一种无奈，也是一种常态。我们能做的就是不回应，也不与之对抗。能无视就无视，能远离就远离，不和负能量产生一丝一缕的链接，远离烂人的同化。曾看过这样一条视频，一个10岁小男孩为了照顾好吃懒做的父亲，整日在街上乞讨。有位爱心博主得知了他的遭遇，便打算为他提供帮助。一番考察过后，博主发现小男孩不仅撒谎偷盗，还满口脏话。可博主不愿放弃，仍旧带他去检查身体，给他请家教，试图将他拉出泥沼。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博主失望地发现小男孩的恶劣行径丝毫没有改变，他依旧充满戾气，甚至在明知自己有传染病的情况下，还朝着博主的饭菜吐口水。眼看着事情越变越糟糕，博主打算及时止损。就在这时，小男孩做了一件令所有人发指的事，他偷偷跑去警局，对警察说自己被博主拐卖，经常吃不饱饭，动辄还要挨打。博主在他的描述中俨然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人贩子。警察当即展开调查，可最后却发现博主才是那个被冤枉的人。为什么小男孩要撒这重谎呢？在警察的追问下，小男孩终于开口，说自己知道博主要走，但不想让他白走，所以要讹他一笔钱。得知真相的众人大为震惊，
博主内心更是五味杂陈。视频的最后，博主坦言说，执着于拯救他人就是一个错误，即便是上帝也救不了所有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好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、价值观念。把手伸得太长，哪怕是出于好心，别人也不会领你的情，久而久之，只会招来别人的恶果，反噬自身。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，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。罗翔老师曾说过，人在最有魅力的时候，那就是不关心周围的一切人和事，也不关心别人的评价和看法。人生如棋，天地为盘，愚者容易被波动，就像那黑棋白子，已入局中却不自知，已被拿捏而不自明。智者不入棋局，超脱于世事纷扰之外，以超然的心态审视一切，在世俗目光里信步前行。一个人之所以能量低，根源在于内心的匮乏感。我们总是对自己的不满，缺乏安全感，感觉自己没有价值。这重内在的匮乏感驱使着人们不断向外寻求认同和价值，以获取自我肯定和优越感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这种入局纠缠、向外求的态度，如抱薪救火，反而加剧了内心的匮乏。在追求外在认可的过程中，失去了内在的完整性和方向感，让我们不断地被人际关系所消耗，被环境所左右，为一时的不如意痛苦迷茫、焦虑恐惧。而一个不入局之人，同样会积极入世，融入社会和投入关系，但不再是基于匮乏的攀援和求取，而是基于内在的圆满和喜悦的主动给予。入世不是适应和顺应，而是带着内在的完整性和清晰的自我认知的主动参与。一个不入局之人，无论遇到何种情况，都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在，无怨无悔地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，无论结果如何都不损内心的圆满，最终自然而然地为他人和社会带来福祉。不入局就是关键在于了悟我们的本体之圆满。我们之所以感到匮乏，是把假我错认为本体了。我们以为的自我其实是假我，也就是所谓的小我 ego。 在我们刚出生的时候，并没有自我意识，婴儿时期的我们以纯然自发的方式表达需求，不考虑后果，也不会经历内耗。但我们的需求不可能总是得到满足，这会导致我们感到失望、愤怒和痛苦，于是小我就形成了。我们逐渐发展出人格，以适应社会，保护你不去经受这些痛苦，让你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。小我是我们这具肉体在这个世界的生存策略，它来自我们从小接受的教导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应该成为什么模样的人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，什么是安全，什么是危险。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很多自动化的情感认知思维行为模式，这些自动化模式几乎都是围绕着自我保护、需求和内在的匮乏感形成的。它通过外在的追求来填补内心的空缺，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是匮乏，导致焦虑、不满和持续的索求。小我实际上是对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生存的一种保护机制，但保护过度了就成了一座监狱，让我们成年后还禁锢在婴儿期的行为模式里，失去了探索真我的可能性。说到底，小我是不存在的，它只是一些自动化的反应程序。当我们被这套程序所制约，由这套程序指导我们的反应和生活而不自知时，我就是小我。而当我们有足够的觉察力，时刻意识到我们不是这套程序，我可以自由地定义和选择自己的反应模式时，即是觉醒。一旦醒来，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本体，
一个超越了所有身份标签、情感波动以及外在评价的真实自我，不受世界万象约束的最纯然的内在部分。它本来圆满，不被情绪、思想或外部事件所影响。这个本体是真正的自我，这个本体不属于这个世间，从不入局。本体就像一面清澈的镜子，映照着一切，却不被任何所沾染。它始终处于一种平静、清晰和开放的状态之中。你放下了对过去的遗憾和对未来的焦虑，全然地活在此刻。每一个瞬间都变得鲜活而真实，充满无限的可能性。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。你不再评判或抗拒外界的变化，对一切充满理解和接纳。这种接纳并不意味着放弃努力或行动，相反，它使你的行动更加有力，因为它们来源于内在的自由而非外在的压力。在这样的状态中工作和生活，你变得既专注又放松。你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每一个任务，同时也不忘享受过程本身。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出自内心的喜悦，而非外在的期望。因此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能保持内心的平和。这份内在的平和成为了你最宝贵的财富，让你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清醒的觉知，活出真实的自己。生于俗世，长于俗世，居于俗世，不能与俗世格格不入。既要接受世界的繁无庞杂，理解人性的千姿百态，也要懂得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一半演绎，一半真。故入世不入局，谋得烟火，谋清欢。庄子徐无鬼记载，管仲病情严重，齐桓公向其询问，国之重任应该委于何人？桓公：仲父的病很严重了，可以不忌讳地说，如到了病危时，我把国政委任给谁呢？管仲：以大王之意呢？桓公鲍叔牙。管仲：不妥呀，他为人清廉善良，不亲近不如自己的人，并且一听到别人的过错就终身不忘，让他治理国政，必会上违背君主，下违逆百姓呀。桓公：那么谁合适呢？管仲：席鹏怎么样？他为人对上不计较，对下友善，谦虚而怜爱不如自己的人，把得失于人就叫做圣，把才识于人就叫做贤。以贤自居而傲视别人，没有能得人心的；以贤而甘居人下，没有不得人心的。尤为重要的是，他对国政有不过问之处，对家事有不察看之处。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人无全才，总有所缺。知己之短，用人之长，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成大事者需要事无巨细的态度，更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统筹能力。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懂得取舍才能聚焦心神。人生处事，只要守住底线，把握原则，允许些许飘摇，接受些许遗憾，才是入世的生活态度。庄子：草食之兽不及一叟，水生之虫不及一水，行小便而不失其大常也，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。食草的兽类，不担忧更换生活的草泽，水生的虫豸，不害怕改变生活的水域，这是因为只进行了小小的变化，并没有失去惯常的生活环境。这样喜怒哀乐就不会进入到内心。我们在生活中更需要有这样的境界。常言道，心随境转是凡夫，境随心转是圣贤。以不变应万变，不变的是原则，万变的是现象，坚持原则，不入现象，才是人之大智慧，修行之高境界。王阳明：人间道场，淤泥生莲，世间磨难，
皆是砥砺切磋我也。你若计较，鸡毛蒜皮也能伤你；你若释怀，惊涛骇浪也不畏惧。人生是勇敢与执着，也认真与看淡。只要你不入局，云卷云舒是风景，花开花落似人生，任其自然。只要你不入局，事事都是局外事，人人均为局外人，奈你如何？庄子：圣人恭乎天而拙乎人，夫恭乎天而良乎人者，为全人能者。圣人精于顺应自然而拙于人事，精于人事而又善于周旋人事，只有全人能够做到。圣人厌事，厌人为之事；劝人善事，善人性之事。你我皆凡人，既无法圣贤于人间，脱俗离世，也不能周全于世事，鼓掌人性。为了生活，需妥协入世；为了为人，更要坚守立场，不入局。享受人生而不沉湎，看透世事而不消极。人生海海，物自成流，各有渡口，各有归舟。我们只需掌好自己舵，欣赏自己沿途的风景，一切便可安好。莫言说：来是偶然，去是必然，尽其当然，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，圆而保真，但不放任自流，随其任性。世事没有圆满，幸福没有满分，美好留在心底，遗憾随风而去。德国哲学家尼采说：与恶龙缠斗过久，自身亦成为恶龙；凝视深渊过久，深渊将回以凝视。一个人如果总是在烂人烂事上纠结，在烦恼焦虑中痛苦，就很难有精力和能力做值得的事，也很难再变好变成功。凡事不入局，不对抗，才算内心强大和成熟。很多人听到别人非议自己，总想解释，甚至争辩激句，其实毫无必要。无视这些无关痛痒的表达，并不会对生活产生影响。与之回应，对方的言论才起了作用，遂了他的意愿。这样不仅改变不了对方的态度，还惹得自己不快乐。画家张大千在英国办画展时，当场做了一幅牡丹图。结束收笔时，环口含清水均匀地喷在画纸上，原本略显呆板的牡丹立刻变得越发灵动，引发周围人赞叹感慨。然而正在此时，一个人突然冒出来，愤怒地说：这也算绘画艺术吗？原来中国画家画画就是靠喷口水，真搞笑。大家转头望向张大千，但他只是笑笑，没有做任何解释。有人向他询问缘由，他说：我为何要同他争辩？若他对国画有了解，我倒愿意与之切磋。仔细体悟，得却如此。如果与他理论，便显得张大千老师很在意这个外星人的评价，反而拉低了自己的档次。和不了解自己的人争辩，与对牛弹琴又有何异？人与人立场、思维不同，看人看事态度也不同，很难做到让所有人都认可支持自己。与其纠结于外人的评价看法，不如把时间精力省下来沉淀丰满自己。98%的人不开心都是因为欲望，而99%的欲望都源于攀比。自己有的拿出去炫耀，比不过的就想得到，但是人外有人，得不到的永远都在骚动。一味比来比去，最后拥有的也会失去。前些天有一则喜剧新闻，一个男子在聊天群里看到有人晒图比话费余额，他觉着有趣，也参与其中。但是只要他一晒，马上就有人发一个更多的余额截图。他不甘心，就一次次往卡里充钱，直到发现银行卡余额只剩了79元，话费却变成了9万多，他才猛然醒悟，最终剩下的就只有一张价值9万多的手机卡传家宝。生活中很多人为了面子攀来比去，
看到别人背个名牌买个豪车，自己哪怕贷款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也要跟风入手，到最后为难的还不是自己吗？人有欲望没错，想买名牌也没错，但如果为了在人前攀比有面子去买，那就是大错特错。所以说，人想过得轻松，别看别人有什么就要什么，想清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为之付诸努力，这样的奋斗才有动力，收获才有价值。一个人情绪低落，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想不开，钻了牛角尖，思维走上绝路，也把自己逼上绝路。朋友的父亲在50多岁得了骨头坏死的疾病，虽然很难根治，但是也只是干不了重活，没有什么太危险的影响。但是父亲却不以为然，整天陷入痛苦，觉着自己命不好，以后挣不了钱，成了家里的负担。子女亲友们劝了一遍又一遍，这位父亲还是沉溺于自己的痛苦中，结果弄得朋友也因想早早挣钱给父亲，压力太大，整天焦虑，3天2头和丈夫吵架生气。心理学家荣格说，你的潜意识正在操控你的人生，而你却称之为命运。总看到坏的一面，生活永远好不了。对于这位父亲，一个劳碌半生的农民，孩子已经成人，家庭有了支柱，即便不得病，也到了该休养生息的年纪。可惜他想不清其中的道理，只能任由坏情绪肆意积蓄，最后病好不了，心情、家庭也变得越来越差。对于已经发生的、掌控不了的事情，纠结、痛苦没有任何意义，不如多想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能变得更好。有句话说，那些在感情中只求付出，不图回报的人，往往都会如愿以偿。其实不止感情，任何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内容都是如此。明末崇祯年间，有人画了一幅画，巍峨耸立的一棵松树下有一方大石，大石上摆了一个棋盘，棋盘上有稀稀落落的几颗棋子。高僧苍雪大师在画上题了一首诗：松下无人一菊残，空山松子落棋盘。神仙更有神仙着，毕竟输赢下不完。人生就像这一盘残局，无论如何盘算来计较去，生生世世也分不出输赢。一生之中，哪有那么多清楚的得失，不过都是在得中失，又在失中得。上边讲的父亲虽然生了病，但是也借此机会看到了孩子的孝顺和妻子的真心，又怎么能说这不是得到了最宝贵的财富？如果凡事都强求一个好结果，那整个过程都不快乐，而不快乐就是最大的损失。现在以为的山崩地裂，可能若干年之后再度回首，不过就是一地的鸡毛蒜皮。当跳出棋局，做一个旁观者，面对自己人生路上的形形色色，就不再会被轻易打倒。就像查理·芒格说，无论何时，如果你觉得有东西在摧毁你的生活，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。总有人抱怨生活不顺，但其实那些混乱和不堪都是我们自身招惹而来的。当你懂得静心守神，自然不会被牵引，落入难以挣脱的泥潭之中。不入他人的局，才不会被外界的纷纷扰扰绑架，守得内心一片安宁。不入自己的局，才不会被认知局限锁死，得以不断突破成长，陷到全新世界。不入人性的局，才能于世俗之中守住一份初心，不忘本真。说到底，不入局才是一个人最顶级的强者心态。有缘人，感谢你全部听完，希望你也能入世不入局。期待你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你的经验，我会在评论里回复和鼓励你。订阅这个频道，
让我们一起积蓄和传递能量，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